益生菌作用的地方，其实不是口腔，也不是胃，其实是我们肠胃道。在我们小学学健康教育的时候，都觉得它是一个消化器官。等我们到了医学院，发现原来它是。我以前在重症病房的时候，在一些东西会加，会让益生菌活得特别好。第一道防线把大部分的细菌杀死，花了钱买了益生菌下去，就第一关就不见了。那不是钱白花了。所以现在好的产品都会对这个菌种做。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哦，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呢，要照顾到这个益生元跟后生元，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吗？益生菌如果今天我们吃的活菌，进到我们肠胃道里面，你要让它存活，我们一般专业术语叫定着率，就是要让它在我们肠胃道留下来。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强调让益生菌作用的地方，其实不是口腔，其实也不是胃，其实是12指肠以后一路下来，甚至到大肠、结肠。OK，这一段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到底我们肠胃道在我们小学学健康教育的时候，都觉得它是一个消化器官，对吧？对。结果等我们到了医学院，发现原来它不是消化器官而已。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免疫的器官，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造血，甚至荷尔蒙。OK， 因为经过后期的很多调查，发现就是说，原来我们身体有将近40%到60%这个比例的神经细胞、微细血管，尤其淋巴系统，包覆着这个肠道一圈一圈又一圈。所以换句话说，肠子里面任何问题都影响到这3个系统，包括神经系统，包括淋巴系统，淋巴系统叫包括免疫了还有微血管，那这些都会影响。所以后来研究就大名大放了，益生菌很多。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它作用在肠道，定着率回到这个，就一定要让它活。一定要让它活，不外乎一，你要给它食物啊，那它吃什么？果寡糖类，果寡糖这一类，就是所谓的纤维素。有些叫做半纤维素，有些叫就是水溶性的、脂溶性，不管它有一些特定的果糖类的，或者是果聚糖类的。举个例子好了，菊苣就是一个我觉得超棒的，英文叫 inulin 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水溶性的、可溶性的纤维，但是它比较特别是它来自于天然，在哪边会有？香蕉会有一点，菊芋会有一点，然后还有一些高丽菜会有一点点。那有些这个天然有，但是它的量都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它纯化以后嘞，发现哇，这是益生菌最爱的食物。OK， 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我以前在重症病房的时候处理那个管灌病人，我有时候在一些东西会加一点那它呢会让益生菌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根本吸收不了，有人又叫它菊糖，说是糖，根本跟血糖没关系。因为根本不能吸收，像这个，那也有用 oligo 果糖，这就是益生元。刚刚你说益生元指的就这个，那益生菌加益生元，它有食物就可以打长期抗战。OK， 再来就是它所产生的菌本身，不是说直接帮我们对付什么东西啦，是会有些你吃下去的一些病原菌。有可能会产生生病的菌种，OK， 它会帮它抑制没有错。可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新议题是，它所产生的衍生物对身体的确都有一些有益的地方这2种很重要。当然，第3种很重要，就是菌本身的菌种和它怎么样通过最困难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吃东西进去最困难的第一关在哪里？
在我们的胃，没错，胃酸很酸的。答对。盐酸差不多就3、4而已，胃酸可以到达1、2。哪一天遇到呕吐的人，你看他吐出来的味道多难闻就多难闻，那个多酸啊！胃酸就是第一道防线，把大部分的细菌杀死。可是，我们好不容易花了钱买了益生菌下去，就第一关就不见了。那不是钱白花了？所以现在好的产品都会对这个菌种做包埋，一般叫包埋啦。什么意思？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几层把它包起来，第一层就是要对付胃酸。对，胃酸来把外面那层剥离掉没关系，这个活菌在里面没死掉，不然你真的一般活菌下去死光了啦。对，大概90%就不见了哦。那太可惜了。第二层是什么？耐热，好，就是耐热，还有一种耐胆盐的。我们肠胃道很怪，各位胃很酸，但是过了胃到12指肠，那个环境不是酸的，是碱的。我们人体很奥妙哦，这个多年演化而来。OK， 那它变碱的时候嘞？它反而会产生胆盐，胆盐就是胆汁嘛。对，胆汁不是胆制造的，是肝脏制造的。它出来的时候是要乳化跟消化用的。活菌很怕这个它遇到这种碱性的胆盐，它是会死掉的。所以第二层胆盐。还有我们身上是恒温，我们不是冷血动物哈。所以你不要说我们都还好啊，可是对有些菌种来讲，它温度很敏感，它这样累积了这么多温度在这边，也可能会有问题。更不要说有时候我们买产品会到太阳底下，放在后车厢车子里面会有晒。对，这菌种不能死啊，所以耐热也是。所以最起码2个，对不对？然后就是抗酸、耐热然后还有抗胆盐、胆碱、胆盐第3个部分就是吸附，吸附上去，吸附到肠道，不能这样下去就走了，它会吸附到黏膜上所以通常做这个包埋技术的，就是要增加定着率啦。再当然就刚刚说的这个益生元，它的食物，然后它就因为这样子而增生。对我而言我认为菌素真的是列为第3考虑。我认为第1考虑是定着率，它怎么设计？第2，菌种有没有吃对？有没有吃对那个你要的菌种？菌种的种类有没有特殊性？第3个才是数量。不然我告诉你，你只要数量。我说句比较业内的事情，你真的要冲菌数太简单，搞一堆中性菌，比如说粪球菌，大量下去，你要600亿都不是问题。可是那有用吗？我现在还看到有些1000亿的，对吧？那很简单嘛，就加一些便宜的要命的那当然我必须承认，做生意嘛，要赚钱嘛，赚合理的钱。可是你为了冲菌量把它丢进去，那些菌下去也没啥用啊。对，所以其实菌数其实算是一种消费者的盲点。我这样说很直接，但是很抱歉，就是我还是要说真的，菌数真的可以冲高，菌数也不代表它是活的。OK， 死菌算进去也可以啊。OK， 然后它今天100亿吃下去，在胃里面干掉900亿，那算100亿，那也没用啊，因为没有包埋。对，所以我一直认为定着率才是最重要，而它的成本，如果以产品成本来讲，但你也知道我会做研发了对，定着率才是花成本，好不好？对，你怎么样这个菌让你的肠道住下来，而且还能够复制出更多的菌？对，这个是很多科学家大家只想出来的。是。第2种菌种，那个也很贵，就是你要怎么样纯化那个菌种也很贵，这2个是占绝大部分益生菌成本的，至少我敢跟你讲是70%啊。那其他才菌素。你今天有菌了，你要培养成比较多菌素，那个就难度就比较低啦。这还是合理的那如果加那些很便宜的，那就不说了对的，这是消费者要注意的。曾营养师，刚才你讲了那么多关于这个益生菌它应该怎么样的在我们肠道存活？那我们的这个小编呢，他就做了一个字卡，我们来看个字卡。刚刚说现在最新的概念就是你看到益生菌第一个活的我们要强调是活菌活菌。那这个军团很重要，那么当然它的目的就是打击坏菌，然后强化所有相关的各方面的一些作用机转，维持一个平衡。另外我看到益生元，就这个元有没有看到？这个元是1元2元的元我怕大家搞错。益生元这个指的是说要给益生菌营养。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菌数不需要到1000亿，你只要比如说200亿甚至300亿，我觉得很棒了。300亿下去有益生元，让它增生每一个菌分裂出1个出来就好了。
这不是600亿吗？对，再一次多少亿？再一次1200亿。答对了，600亿再生一次是1200亿，那不超过了吗？对，好，这益生元很重要。那后生元是比较新的观念，后生元就是说，益生菌本身它所产生的衍生物就可以做很多功能，当然也包括抑制坏菌哦。但它有更好的功能到后面，它通常要定性定量，叫做后生元，就是益生菌产生的衍生物在定量，叫后生元。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